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纽约。大家也知道，联合国成立80周年大会在纽约召开，也就是全世界193个国家的领导人或是代表也齐聚纽约。很凑巧的是，前年这个时候我也在纽约。那时候我试着想去看看参观一下联合国总部大楼，于是我就坐着地铁到那个地方。下了地铁之后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够接近联合国总部大厦，但是在大约1公里的地方，纽约的警方就设置了很多路障，根本就过不去，无法接近。前天我又想去看看，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当时。所以呢，我去了之后，同样的很远的地方，那就警察就拦住你了，根本不让你过去。所以2次想去参观联合国总部大厦，去不了，不能近距离目睹它的尊容，只能远远的看。其实从图片看，那也是一栋非常丑陋的建筑，上世纪什么时候盖的吧，就是四四方方的，像一个积木一样。不过这是次要的啊。自从我关心国际大事以来，我发现啊，这个联合国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或者说联合国在美国境内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过去美国时不时把这个签证作为一种武器来打压美国不喜欢的政权，不管是不喜欢那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好，或者是他的联合国的代表也好，反正在联合国要召开大会的时候，与美国没有签订赴免签证的，那么这些国家他们的人要申请，因为首先你要进入美国，然后呢才能够到达纽约这个联合国总部。这次美国又旧伎重演，比如说没有发给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签证，所以呢前2天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代表投票，民主投票呀，就是同意阿巴斯通过视频发表演讲。但是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公敌，就是现在中东那个异类国家，我们俗称的小椅子，那个国家领导人他就获得了到联大发言的机会。当然他根本就不需要签证，因为他进入美国是有特权的。但是很讽刺的是，这个国家领导人他的脸皮真的很厚啊。如果是我肯定要掂量一下，我受不受欢迎，会不会被世界人民喝倒彩。但是他可能无所谓，反正脸皮就那么厚，或者根本没脸皮。然后呢，昨天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上联合国大会那个讲台，想发表演讲。他一走上去，然后台下的19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好，代表也好，纷纷起身离场。大部分国家啊，除了几个欧洲国家的，还有那个美国那些看门狗之外，其他的都纷纷离场了。一边离场，一边喝着倒彩。最后，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这个中东异类国家的他邀请了一些亲戚朋友啊、家属来给他助威，给他站台，给他打气。然后呢，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到，那些人呢，就这一群人，他的亲朋好友起来帮他那个拍手，帮他打气。但是即使这样，我认为是非常丢脸的。这个国家脸都被他丢尽了，但是即使这样，也不妨碍他在中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也不妨碍他在台上口若悬河。所以我觉得，像美国这样利用签证作为打压异己的武器，打压不同世界观的人的武器，是非常无耻的。我相信啊，当年联合国宪章肯定有这样一条，就是这个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纽约，那么美国政府绝对不能拒绝发给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国家他们代表赴联合国大会的这个签证，对吧？我相信绝对有这一条。但是美国不止一次打破了这一条，或者违反了这条规定。目前看来，谁也收拾不了他，谁也不能阻止他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呢，有想法的人绝对不是我一个，在我之前有无数的人
现在像我这样想法的人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我相信观看本期的朋友们肯定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呢？那就是联合国总部应该搬家了，因为美国已经失信了，因为美国已经没有那个国格了，因为美国已经没有那个臂脸再把纽约总部放在这里了。你们觉得呢？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会与我的想法一样，那就是联合国总部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认为这很有讲究。当然，作为华人，还有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坐在这电脑前或是手机前的朋友们，那第一个想到的是，当然是中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那个中国。搬到中国什么地方，我觉得是次要的，但是我觉得绝对应该首选就是搬到中国去。比如说可以搬到上海呀，或者是武汉呀，甚至成都啊都可以。但是绝对应该早一天搬离美国，因为美国早已不再德高望重，德高望重那可能是80年前，绝对不是现在。他这个国家信用早在过去至少40年来被他们国家挥霍光了，特别是这届美国领导人，对吧？你看他是怎么操作的。然后那天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臭骂联合国，然后呢把联合国很多国家也骂了一顿，当然也骂了中国了。既然他与全世界为敌，与联合国为敌，你联合国总部还放在美国干嘛？所以赶快搬离。那么我相信搬离联合国总部肯定有一个机制，当时联合国成立的时候，那个宪章里面有个机制，我没有去读啊，只是我一个临时的想法，我也没什么文案，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那我就想了，要搬离联合国总部，肯定经过比如说193个联合国会员国2/3的那个同意，可能就可以了。所以刚才说的，既然搬离，目前从各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来说，唯一我觉得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那就是中国了。幅员辽阔，中国的国家实力，我可以说已经超过美国了，不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不同意吗？从工业产能来说，远远超过美国，对不对？然后呢，从军事实力来说，大家也看到了，从93阅兵到福建舰航母电磁弹射，它的技术怎么样的，已经一举超过福特舰。你看，从工业或者军事来说，都超过了。科技也几乎是平起平坐，对不对？所以从综合实力来说，绝对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既然如果美国不同意，那就来一战呗。当然我不喜欢战争啊，我是希望啊，如果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同意搬离，那如果美国这个国家不同意，那就看中美两国怎么谈判，然后找出一个折中方案，和平的把联合国总部从美国纽约搬到中国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或者与我的观点是不是很接近。那么选址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很多人想到，那么纽约是不是可以用上海来对标？上海呢，我认为离那个日本有点近，离南朝鲜有点近，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一个沿海的地方呢？可不可以内陆的地方，比如说像武汉呀，它是在华中，对不对？或者呀，在成都，更或者也可以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离中亚很近，但是呢，它又是处于边境的地方，所以可能成都或者是武汉是比较合适的。这是我不成熟的想法。好了，另外一个，有的人说可以搬到中立国去啊，那么大家掰开指头数一数，有哪几个中立国家靠得住的？首先可能很多人想到瑞士呀，然后呢奥地利呀，然后呢还有什么永久中立国，是个中亚什么国家，反正算得上中立国家的屈指可数。大家首先想到瑞士，但是我第一个反对。为什么？从最近瑞士这个国家对待，比如说对待俄罗斯，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国家绝对不是中立的，而是呢有非常强的政治倾向，那就是
亲西方、亲美，或者说是美国的看门狗，只不过它有点隐蔽而已。说远一点，二战的时候，也就是纳粹德国的时候，其实瑞士是帮德国纳粹洗钱的，也就是当时私下里提供了很多的资金，才让希特勒当时的那个纳粹德国坚持下去。所以呢，瑞士其实是纳粹德国的帮凶。像奥地利这种所谓的中立国，从它过去的表现来看也不中立，它也是亲西方的，毕竟呢它是西方血统的国家嘛，哪有什么所谓的中立，对不对？所以既然没有中立的国家，那就让全世界国家通过投票，民主投票的方式啊，来决定这个联合国总部到底搬离到哪个国家去。撇开民族感情来说，我觉得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最有资格把这个联合国总部设在那里。然后呢，在网上或者这次联合国大会，有的国家也说应该改革联合国了，就是联合国五常要改，要扩，或者是把一些国家的那个特权把它取消掉。目前是5个国家，对不对？中国、美国、欧洲有2个国家是英法，然后呢就是俄罗斯。我觉得俄罗斯它的主体也是欧洲的，那么欧洲一个州有3票，肯定多了。我认为最多只给欧洲1票。我们可以看法国、英国这2个国家，它的体量也非常的小。另外呢，它过去一直以来几乎都站在美国一边，所以呢，他们2个国家没有资格代表全世界。所以这2个国家他们的五常权要把它剥夺。如果要改革的话呀，首先剥夺这2票，那只剩下3票了。俄罗斯代表欧洲，中国代表亚洲，美国我很矛盾，代表整个美洲吧，可能南美洲人不同意，暂且让他代表北美洲。然后呢，还剩下2票，我认为呢，1票可以给南美洲。大家可能首先想到肯定是巴西，对不对？最后1票给非洲，应该给非洲。非洲到底哪个国家呢？我认为南非不够格，因为它只有几千万人口，然后它的国家总体的国力现在根本与90年代完全不一样。90年代南非就是准发的国家，现在就是一个妥妥的排在世界100位之后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穷国了，所以南非算不上。那有资格的，我认为有2个国家，一个是北非的埃及，它人口超过1亿，然后在非洲，它综合国力还算得上可以。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尼日利亚，它这个国家人口比较多，有2亿多，然后综合实力可能勉勉强强。说来说去啊，如果考虑到综合国力，非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够得上的。但是如果是要给非洲1票，我认为可以给埃及，或者让非洲国家自己来决定到底给哪个国家。你们觉得呢？那最后，如果是联合国五常要改革的话，但是还保持5票的话，那只能是这几个国家：中国、美国、巴西，欧洲的是俄罗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非洲的某个国家了。而且我100%相信，如果联合国总部真的某天搬到了中国，中国政府绝对是负责任的，不可能违反什么联合国宪章，然后呢不颁发签证给比如说中国不喜欢的国家的领导人或是代表，绝对不可能。因为吃相那么难看，只有欧美这种所谓文化的国家，对吧？他们做得出。像中国这种5000年历史悠久文化的国家，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我敢100%肯定，或者说1000%的肯定，中国做不出。而且中国说1就是1，说2就是2，绝对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呢，我就突发奇想，鉴于过去美国多次违反联合国宪章，没有颁发或者拒绝颁发签证给那些美国不喜欢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来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再发生。而且从过去这些年美国的所作所为看，已经不适合把联合国总部放在美国了，所以我就想到搬离联合国总部。搬离到哪里呢？
今天的话题是，我认为最合适的候选人那就是中国。对这事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